美中高层官员频繁通话，似乎释放了川习会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10号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前一天，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与中共防长董军也进行了首次视频通话。近来，习近平很是有些张牙舞爪，上合峰会、93阅兵和金砖线上峰会都将矛头对准美国，散发着浓浓的斗劲儿。看完中共阅兵，川普5号下令将国防部恢复为战争部，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川普坦诚自己是上天选中的那个人，肩负挑战中共的使命。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赫格塞斯在与董军的对话中体现了川普的战略战术，强调不寻求冲突，目标也不是灭共。美国驻北京武官还会在下周代表战争部出席香山论坛。王毅在和卢比奥电话会谈后说，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有着战略引导的作用，这似乎暗示了川习会的可能性。港媒南华早报报道认为，美中高级官员通话目的是为川普访华铺路，时间可能在10月底或11月初。川普将出席10月底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IPEC 峰会。港媒认为，川普访问的时间可能会安排在 IPEC 峰会前后。总之，本周美中高级官员的通话可能就是为川普访问中国投石问路。贸易谈判预计将成为川习会核心议题，其时间点也很讲究，很可能就在11月10号临时关税战停火协议到期之前。美国今年已对中国产品征收了 30% 的关税，并正敦促欧洲盟友对中国产品征收 100% 的关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陈奇表示，本周通话的美中官员们的任务是传递信息，并管理外界对川习会的预期。他认为，贸易战的走向将取决于川习会。如果川普和习近平真的会面了，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会低一些。台媒《旺报》9月11号的社评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93大阅兵向美国提出3大挑战：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这将决定世界新秩序的走向，而未来2个月将是关键节点。习近平明确要求中共军队要忠实履行职责，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并鼓吹战争的临近，说什么今天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在看完习近平阅兵之后，川普第一时间要求国防部必须做好准备，要恢复战斗精神，重建军队威慑力。9月5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把国防部恢复为战争部，传达的是胜利的信心。赫格塞斯回应说，美国将采取攻势，不限于防御，将凸显极限杀伤力与强烈的效果，不再拘泥合法性与政治正确。台媒认为，两大强权隔空交锋，没有退让空间，无形中升高双方对抗态势，军备竞赛可能更趋激烈，但双方仍有所保留，和平对话与共赢仍是习近平的优先选项。川普也表示美中关系良好。美中关系未来会朝向什么方向走，川习会将是一个耀目的看点。习近平对川普的挑战其实是虚张声势。中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共财政捉襟见肘，穷得叮当响，用尽吃奶的力气才拿出20亿人民币施舍给穷兄弟们。据网上统计，所有被邀出席93阅兵的国家，其 GDP 总数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而且其中多数国家与中共同席不同心。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正与中共争夺美国订单，争取更多代工工厂从大陆搬到自己国土上去。他们会为中共而与美国较真吗？至于中亚那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本身经济还相当落后，只能跟在俄罗斯和中共身后摇旗呐喊。所以除了中俄朝3国之外，其他都只是花花架子。
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川普拿捏中共的牌多了去了，每一张牌都让中共大吐血。彭博社9月11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讨论对来自中国的药品实施重大限制，中国药品相关类股票大跌。恒生生物科技指数一度下跌 8.6%， 创5个月来最大跌幅。具体个股走势方面，豪森药业在香港股市一度暴跌 18%， 创纪录最大跌幅。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制药下跌 13%，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在内地股市一度下跌 13%。 纽约时报10号报道，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面临禁令。联邦议员指控大疆无人机存在各种违规行为，包括使用强迫劳工、享受不公平补贴以及构成网络安全威胁。对大疆的禁令是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一个举措。去年10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开始扣押大疆无人机。去年12月，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在一项国防法案中加入条款，拟于今年12月起禁止销售大疆及另一家中国企业道通智能的新款无人机。斯特凡尼克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大疆带来了不可接受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他将继续与政府合作，确保中国无人机从美国领空消失。93阅兵成了美中关系博弈的分水岭。资深媒体人严纯沟认为，在阅兵上，习近平显得志得意满，普京也是如鱼得水，金三胖也俨然站到世界中心。三个专制领袖在国内呼风唤雨，在国际上却有孤寂感，都是国际弃儿。现在站到一起，却变成了让西方惊呼的独裁者联盟。中俄朝向西方阵营显要团结和武力，美国政府收到明确信息，就是四个邪恶轴心已做好与西方民主阵营正面开战的准备。针对93阅兵，美国难免要重新评估世界局势。川普说，看来我们已经把印度和俄罗斯拱手让给最深沉、最黑暗的中国。印度原本是中共的死敌，印度不可能与中共一条心。莫迪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因为印度本身是成员，他不去北京阅兵，也是避免变成中俄朝的附庸。未到中国之前，他先去了日本，期间都是分寸。严纯沟认为，世上没有中共宣扬的多极结构，东西对立只是普世价值与专制政权两极互不相让，建成你死我活之势，早晚要在战场上见高低。美国国防部改为战争部，意味着战争又比先前更近了一些。战争当然不是好事，但战争要来，谁也阻止不了。战争可能需要长时间酝酿，也可能骤然生变。发生战争的危险，除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及对抗双方内在的矛盾冲突之外，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便是敌对双方都提升了战争预期，彼此都在扩大备战的规模，都在展示自己的兵力和装备，世界气氛紧绷。当战争挂在人们的口头之时，战争可能真的就会来了。严纯沟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比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更经常发表中美战争即将爆发的论调，也更常强调中共的先进武器和侵略野心。川普政府有深层的反共基因，在亚太地缘政治上时时感受到中共的威胁。战争对这一届政府来说已经排在议事日程上了。美国不会介入俄乌战争，中东地区的冲突是小意思，唯独在亚太地区与中共短兵相接的机会很多。我以为美中始终有一战，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但肯定越来越近了。事实上，川普是最厌恶战争的，所以他安排了赫格塞斯和卢比奥与中共相关官员通话，明确告诉中共，美国尽可能避免战争冲突，为可能的中国之行打通通道。据说，川普希望仿效与日本达成的协议模式，与中国谈成对美国有利的重大贸易协议。中共还沉醉在93阅兵的兴奋中不能自拔。
9月11号，中共发表《新华日报》评论员文章，声称要始终牢记中共敢于斗争的鲜明品格。带着这样的基因，川习会的结果就不难预料了。而川普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说自己就是那个天选之人，肩负挑战中共的使命。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